次当我拍影片或是写文章，只要有提到我很喜欢新加坡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一些人说，身为台湾人却一直说新加坡比较好，不够爱国，或是肯定是嫁给很有钱的老公啊，才可以每天吃喝玩乐拍影片。移民来新加坡这11年，尤其是刚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人生最惨、最谷底、最穷，然后这样一路慢慢爬上来。我到现在还没爬完嘞。你们也知道，就是外国人没有身份，没有本地工作经验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去应征扣一泡泡茶，然后他们还看我履历说你硕士来应征这干嘛？就也不要我。那因为以前我在台湾是做记者嘛，可是新加坡这边媒体的工作机会几乎是少到没有。所以那时候我还就叫老师帮我去跟我公公借钱，借了5000块让我去新传媒上课，就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遇到贵人。就2年多都找不到工作，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塔卡下面游荡，然后就看到别人在吃蛋糕，然后我就也好想要吃哦，我就坐在喷水池那边就一直在犹豫说要买不要买。就那时候是连一块蛋糕这样子的金额都会让我考虑很久，然后最后还是不敢买哦。我跟老师结婚公证的时候没有钱买戒指，但是 RM 那边规定一定要有一个交换戒指的仪式，所以我们就在 Bugis 买了一个20块的，这个才20块哦，里面还刻了名字。但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，只要可以跟老师在一起就好了。你说钱啊，或是有很多东西，我觉得可以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慢慢来。也许因为新加坡的故事就是这样子的开头，所以就给我很多看事情新的角度，也才有现在你们看到的我啊，就我做事情的价值观啊，我现在在新加坡的生活啊，这样一环扣一环，其实都是因果。那就是我不够爱台湾的人，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创业成功，我没有实际的东西去说服你们。其实有关推广台湾的任何东西，我都会参加。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农食品的进口公司，就是一直很努力在牵线，让台湾的小农，让新加坡这边的人看见。我现在在乌克兰这边的仓库等我的玉荷包，因为我的玉荷包只能从台湾坐飞机，今天就可以到新加坡了。而且有你帮我，你这个叫我怎么跟他解释？我们也是在 struggle。我到底要怎么讲这个路？我们也在 struggle 啊。Hey, Hello, William. William 是我们 Holland Village 水果摊的老板啦。I miss my lychee so much. 啊，耶，我的荔枝到了。因为他坐飞机 overseas shipping， 可能有时候会撞到啊，或者是有一些 NG 的，你要手动把它挑出来，然后再补一个好的过来。你有闻到整个房间都有荔枝的味道吗？有，还有一点点苹果味，是你后面那个。我们自己也有订好几盒，我们要现场来吃吃看。我们2个手已经在这个冷室里面冻到僵了，不能动。玉荷包真的就不一样哎，你摸那个肉好嫩哦。哇，比你在冷气房的皮肤好好哦。你果然是在冬天国家住的人。今天知道为什么我平常毁容，但是跟你要来新加坡有关系。你知道出钱让我去打医美。检查好了。你们要乖乖到主人的手上哦，你们都是我的宝贝。好冷啊，好冷啊！好啦，谢谢你帮我，我帮你取。哈哈，老板娘自己收到水果了，自己卖水果居然比客人还要晚收到，好重哦！哇哦，这批好美哦。听说今年的爱文芒果特别的好吃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好香哦！你看那个甜的那个蜜都已经流出来、渗出来了。你知道我们进到什么样的水果吗？我们跟星宇航空用的是同一个等级的嘉义极光哈密瓜，超级珍贵的。听说这个口感，因为这个我还没有吃过，但听说这个口感非常的特别。昨天我们才送完货，今天马上看到我们家的玉荷包在店里面啦，直接内用了。反正我们下午约会也要喝咖啡。他们昨天还在我们手上哎。不同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产品。对啊，但它的灵魂还是玉荷包。我好像见到一个我的老朋友一样。不是老朋友，他是一个
小孩子送去一个可能一个学校，然后他就成长，变成另外一个产品。好感动哦！我原本以为玉荷包要直接吃水果很好吃，可是他把它做成甜点之后，还有这个台湾的乌龙茶粉，这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耶。现在你终于知道为什么在台湾减肥那么困难吗？因为连水果甜度都可以这么高，而且我刚刚好开心哦，因为其实我们就是 small potato， 就是想要只是做一些好食物进口啊，然后厨师特别出来跟我们打招呼聊天，然后给我们一些 feedback， 让我们更有方向，知道以后要怎么样做。做台湾的东西，可是在新加坡推广，因为两边的想法真的还是太不一样了。所以好像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而且我早上看到 Top by Sherlock 已经分享他们新品的照片，我就立即把它转 po 在我 IG 跟 Facebook 的限时动态上面，就有很多人回复我说，哦，原来是这家甜点店，然后他们家的甜点超级好吃，可是有点小贵耶。现在就大家终于知道，因为他们都是用很好的食材，每个甜点上面每个小配角，它都是从世界上面每一个国家去找很有特色的元素放在里面。那你想这些东西要坐飞机来新加坡，那肯定是很贵的啊。所以还是就是回到一分价钱一分货啦。我现在除了在做自媒体，就是大家说的网红啦，还有自己的食品进口公司，然后还有同时也有在帮新加坡时尚协会做事。那每个礼拜的 vlog 里面都有看到了。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心思在那边，就是想要做一个华文小社群，就每个月跟大家见见面啊，聊聊天，包括请一些有故事的来宾。我没有期待这个聚会要变成多厉害或是多高端啦，可能就是我自己本身喜欢当康乐股长，那我有信心可以带大家一起玩啊，或者做一些开心的事。Hello， 我要16个白糖糕。16个？对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在这里了。应该一下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我们要赶快先进去把场地 set up 起来哦。等一下大家就要看到我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新加坡男人了，他就是我的那个食品公司的合伙人啦。我请他来见面会，分享我们一起创业的经验。在准备等一下见面会要送给参加者的小礼品，这个是我自己公司食语境的小农商品，给大家试喝看看。座谈会，您哇，你好高啊！我没有，你比我想象中高很多。我没有，那个场地在前面左转，你走到底，好，然后左边有一群人坐着，就是他们。好，我再等2个人我就过去了。好，所以还有1个人没来而已。10个都到。我每次都说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第3个男。我在新加坡认识的3个男人很重要。第一个就是老师，然后第2个就是他叫 Matt。第3个以后可能有机会再请他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Matt。其实我现在很紧张。他社恐，所以大家要对他，就可能不要眼神直视他，不然就直视他的胸口或者是膝盖也，不要跟他对眼。我自己的故事嘛，以前我是工程系毕业，是读传机设计，就 ship design。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石油业工作，那个时候就做了很久，就觉得这么的努力，始终还是为大公司服务，然后就有点觉得有点好像薪水不错，可是又好像缺少了一点什么。自己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 SOP 耶，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懂。就是当你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，你就只能一直问问题。因为我认识他之后，因为我先讲我自己，我是一个很喜欢从别人身上学东西的一个人。就是我如果跟一个人相处，我常常都会想说，他身上有什么优点？我觉得如果我没有，我会很愿意跟对方去学。那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发现他，就像他刚刚自己讲的，不是像你们想象说会创业成功的人一定都是好像准备好什么，他好像也没有。反正我就觉得我跟这样的人合伙，我一定不会失败，因为他有什么问题，他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找出答案，不管是问人还是找网络还是干嘛，或者去问别的厂商也好，他就是碰到一个问题就攻破那个问题，再碰到我们再攻下一个，然后永远我们都有好多事情可以做。对，然后攻破了几个问题之后，你就会开始有自己的一个 SOP， 甚至于还可以复制给别人，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。
尤其是因为我很喜欢找新加坡人来分享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我们今天人是在这边。你说可能有些台湾人的想法也适合，就是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是没有对跟错的事情，只是说既然我们人都已经在这边了，那这样子人的经验一定是会比较适合继续留在这边的大家。有，我忘记问了一个问题，单身吗？单身你想怎样？没有，每个人都拿到20块的那个保温存吗？都拿过了。但是你们有时候逛乌节路，不要只逛对面那一条吗？可以晃，就晃到对面，就对面这一条。然后其实你每个礼拜，如果你走进来，里面东西都不一样。我觉得设计师啊、文创商品啊，是对新加坡观光很重要的一环。就虽然我不是新加坡人，可是我都一直很支持这一块的发展。我们啊，住在这边看久了，就觉得哦，看越吃越吃，就觉得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上礼拜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我站在那边喝下午茶，然后外国人他们刚好住楼上嘛，就下来，然后就这样在那边看，每一个人都是爱不释手哦。原来我每天习以为常的东西，然后对那些难得来玩的人，在他们眼中是这么的特别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更喜欢底下我选这个地方。见面会结束了，吃饭。耶！我已经在第2完成我第3场的见面会了。我真的很喜欢每次在线下见到大家的感觉，我每次都好珍惜那个时间，就是把我想讲的跟能讲的赶紧跟大家聊。今天又聊超时2小时，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，我觉得这3个小时半好像咻一下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讲哦。像第4次、第5次、第6次见面会，都还可以见到大家。很多人问我说，会后悔来新加坡吗？这个问题我当初也问过泰国的白龙王，然后他是这样回我的，他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那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会有问题的。总之呢，我的人生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式，那有在追影片的人也谢谢你小小的参与了我的人生。 Just like fire